台媒报道称，歼十 C 连续击败了歼十六和苏35，它怎么做到的？那么台媒为何对此如此关注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据台湾《中国时报》援引大陆央视的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在今年进行大换装，用3代半的歼十 C 替换掉了之前装备的歼7E战机。那么歼十 C 作为世界顶尖的3代半战斗机，无论是空战能力、对地、对海打击能力，还是信息化水平、电子对抗水平，都要超出歼7E不止一个档次。解放军空军所组织的金头盔和天鹰杯的空战演练，是检验战斗机空战性能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前者主要演练的是战机的单机、双机自由空战对抗，考验的是个别的战机的对抗能力；而天鹰杯则是金头盔的升级版，是4对4的机群对抗。2018年，歼十六和歼十 C 首次参加金头盔比赛。这届比赛呢，分为3代机组和3代半战斗机组。歼十六和歼十 C 这2款被定为3代半的战斗机分在了一组。最后呢，由歼十六夺冠，而3代组的歼十1B 获得了冠军。歼十 C 在2019年开始击败歼十六，夺得了金头盔奖。2020年再次击败歼十六和苏35，夺下金头盔。2021年，歼十 C 第3次击败歼十六，再次夺取金头盔。歼十 C 的连续击败歼十六和苏35，显示其空战能力相当优异。那么，歼十 C 的空战性能凭什么如此优秀呢？首先，这款采用压式气动布局和棒式进气道的3代半战机，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是一款半隐身的战机。虽然目前世界上有很多第3代的改进型战斗机都被称为3代半，但是就隐身能力或者半隐身能力而言，歼十 C 无疑是位居第1位的。那么在正面接击的情况下，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那么对手呢就比较难发现它。而它所配备的有源相控雷达以及新增设的红外搜索跟踪装置，对敌方目标的探测能力又相当的优秀。在远战的情况下，歼十 C 就有可能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相比之下呢，歼十六的个头相对比较大，而且要想把它改成一款3代半的战机，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外形你要动得比较大，改装起来相当困难。那么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换材料以及在机体表面涂敷雷达吸波涂料。那么这些手段歼十 C 也能用，因此呢，光是在信息战这个领域，歼十 C 就占有相应的优势。当然，它的雷达和歼十六相比呢要小一点，探测距离没有歼十六那么远。但是如果它充分利用自己半隐身的这个优势，那有可能呢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么在双方近距格斗状态下，应该说歼十战斗机系列并不比歼十1、歼十六这个系列呢要差，因此完全可以在空战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机动优势以及先进的导弹武器系统呢和敌方抗衡。当然，这个敌方是打引号的，但是它今后的敌方可不是歼十六、苏35，而是台湾地区的 F-16V， 还有幻影2000。幻影2000已经在台湾呢被引进了几十年了，技术呢已经相对落后了。可以说，它不仅无法和歼十 C 对抗，就是和歼十 A 对抗，幻影2000都没有什么优势。那么台湾地区当局呢，目前正在对它原来进口的
F-16AB 的中期改进型再做升级，将其发展为 F-16V。那么 F-16A 呢，理论上讲，一些配备的东西跟歼十 C 也差不多，比如说它的雷达也改成了有源相对雷达，并且呢，机载设备做了相应的优化，导弹武器系统也做了升级，配装了 AIM-120中距空空导弹、AIM-9X 近距格斗导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能和歼十 C 相抗衡吗？这才是台湾媒体大幅的报道歼十 C 战胜歼十6的一个诱因，因为这两款战斗机是同量级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好，我们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雷达水平相当，但是歼十 C 由于拥有更好的半隐身能力，双方在中距空战状态下，谁更有利于先敌发现歼击攻击呢？显然，歼十 C 有优势，而且歼十 C 还配备有 F-16V 所没有的红外搜索跟踪装置。导弹二者差不多，我们的霹雳12和霹雳11并不比美军的相应导弹差，甚至呢还超出，比如说霹雳12的射程就超过美军的 AIM-120。那么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双方如果公平对抗，无论是中距空战还是近距空战，恐怕歼十 C 都会占有优势。何况在某些方面，歼十 C 所采用的压式系统布局还要优于美国的 F-16。在这样一个对阵情况下，歼十 C 恐怕也会占据近距格斗的优势。实际上，台湾空军想用 F-16和中国大陆的歼十 C 进行对抗，恐怕这样的机会很少很少，因为一旦双方正面发生交锋，那就是武统开始。那么武统一旦开始，台湾的 F-16V 根本就没有起飞的机会，就会被毁于地面，或者是跑道被炸，飞机只能停在机堡里。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让歼十 C 和 F-16V 在空中进行近距离或者中距离的对抗呢？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什么时候台湾解放了， F-16V 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我们就有可能在某个训练场合让歼十 C 和 F-16V 进行相应的模拟对抗。到那个时候，谁拥有空中优势，恐怕才能够比较出来。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